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阴兵借道的真实故事。故事发生在1976年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。只要梳理一下时间线，就会知道这一年发生的事情，从国运风水的角度上来讲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.8秒，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7.8级、矩阵7.5级的地震，震中烈度11度，震源深度12千米，地震持续约23秒。这场地震造成了242769人死亡，164851人重伤，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时死亡人数第二，仅次于海原地震。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，第一批救灾部队接到命令，将救灾物资送往灾区。老孟的大伯也参与了这次救援。他说，就在距离灾区仅有1个小时车程的路段，怪事发生了。先是我们那辆车后面的汽车突然停下了，接着我们那辆车也停下了。因为没有接到下车的命令，我们就只能在车上等待。过了大概10几分钟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所有的车子都抛锚了。当时，我们的勤务兵做了非常细致的检查，发现车辆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车子就是发动不了。眼看着灾区就在眼前，大家都很着急，因为拖延哪怕是1分钟，都有可能因此错失救治1个人的机会。但是我们是军人，只能服从上级命令，没有给出命令之前，我们不能行动。等了大概半小时，终于等来了第1个命令，要求我们全员帮忙，先把所有的车辆都推到道路的右边。我当时已经做好的负重徒步的准备，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去抗洪前线，车子出现了故障，不得已就只能背着物资走山路。可是过了15分钟，我们再次接到命令，要求我们立刻全体上车，低头看自己的脚，不要乱动，也不要说话，直到汽车能够发动为止。我当时有点懵，再看我身边的同志，他们也都是一脸不解。当时有人举手想提问，我们班长面色铁青地制止了。别废话，执行命令。没办法，军令如山倒，哪怕我们的肚子里有千般疑问，我们也只能遵守。于是我们大家都上了车，有的人蹲着，有的人坐在车沿上，但是我们都统一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。又过了大概10几分钟，我又察觉到了一丝异常。我们停车的时候，也不过就是傍晚时分，那时候的太阳肯定还没落山，也就是刚刚落山的样子吧。天色还比较亮，还有夕阳的余晖。我的脚面儿也是那种印着余晖的橙色，但是突然之间，光线就变暗了，而且是急剧变暗，顷刻之间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当即就想抬头，却又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些轰隆隆的声音。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阳光照射的原因，我们四周的温度骤降，我们当兵的体质都还比较好，但是也都觉得冷得很。我旁边那个同志还是个20出头的小孩，冷得直扣牙。那小孩朝我挤了挤，我顺手就揽住他，下意识想搓搓他的肩膀，让他感觉好一点，却发现他的身体非常僵硬，止不住的发抖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小子不是冷啊，是在害怕啊。我刚想问他怎么回事，又听见了那轰隆隆的声音，而且声音越来越近，等那声音近了再一听，居然还夹杂着马蹄声，以及某些铁具碰撞的声音。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心说我就看一眼，
就抬头看一眼，结果一抬头，我整个脑袋感觉都要爆炸了。只见一辆又一辆马车，在我们推车之后空出来的道路上飞奔而过。是真的马车啊，有1匹马拉着的，也有2匹马，有些是4个轮子，有些是3个轮子的，基本上都是敞篷。马车一辆接着一辆，源源不断地过去，而且速度极快，感觉比汽车还要快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事，更加诡异的是，马车明明在疯狂行驶，却并没有人在御马。马背上、马车前都没有人，其次，每辆车上的车头都挂着一盏发着青光的青灯。一开始我以为马车上拉的是物资，但是我一想不对啊，他们这明明就是往灾区的反方向在跑。于是我又想，难不成是逃难的灾民？我微微直起身子，扬起脖子，想看清马车上的东西，这不看还好，一看差点就尖叫出声。那马车上拉的竟然是一个个人头，我赶紧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出声。我这才终于反应过来，自己是遇见灵异事件了。再看我身边的小战士，他紧紧闭着眼睛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有人比我害怕，我反而没那么怕了。我揪着他，突然在他耳边说：“你小子胆子也太小了吧！”只见他犹如惊弓之鸟，突然弹了起来，飞快把我扑倒。好几个同志也被我们扑倒了。他嘘了一声，让我们闭嘴。我刚想调侃他几句，却发现身边站着一个黑影。这个黑影给我的压迫感异常强烈，我顿时感觉背脊发凉，发自内心的一动也不敢动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那黑影才从我们身边离开。此时的我也不敢再轻易说话，轻易乱动了。又过了很久，等到马车终于都过完了，驾驶员试了一下车，发现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一看时间，发现已经是晚上8点过了。这时将我扑倒的小战士才终于坐起来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说：“孟大哥，我们差点被你害死了。”我虽有预感，但是他这话一出，还是让我有点生气。见我老脸一垮，小战士立刻解释说：“对不起啊，孟大哥，不是在怪你，你也是不知者不罪，只是这阴兵借道啊，生人都要回避的，领导肯定是懂的嘛，才叫我们不要说话，不要乱动的，这可不是随便下的命令。”我这么一听，觉得自己刚才好像是有点大意了，居然违背了指令，但又心中好奇，忙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小战士说他是云南人，在他们那里的陆良县有一个地方被叫做金马曹家，每到半夜，那里就传来金铁交鸣，两军对垒之声，所以很小的时候，他的家里人就教过他，如果遇到阴兵借道，千万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动。如果被阴兵发现了，就会被带走。虽然将信将疑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后怕。如果当时我也被带走了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不过为什么那些阴兵发现我了，却没有把我带走呢？老孟讲完他大伯的故事，我立刻就明白了过来。当时他们遇到的应该就是遣送冤魂的鬼差。鬼差看到救援队本就阳寿未尽，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自然也不会将他们带走。不过阴兵借道还有一种情况，遇见了千万要回避，那就是像小战士所说的金马曹那样的情况。在一些特殊的天气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之下，一些曾在当地战争并死亡后的将士们，怨气久久不能散去。他们会一遍又一遍重复做着战死沙场之前的某件事，
因为战斗是他们的荣誉，也是他们曾经活着的意义。但如果怨气过重，就会影响活着的人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点要小心，不要犯了忌讳。最好及时伏在地上，千万不可以抬头或者回头看。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人的肩上有2把火，如果你回头看，就会被阴兵发现，吹灭肩头上的阳火。轻则生一场大病，重则被阴兵带走。其实，阴兵借道之事在战事不断的历史上常有。《宋书·明帝纪》中就曾记载，公元464年，孝武帝病逝，他的侄子刘子业继位。新帝上位后，不仅不以仁德治国，相反还十分残暴。对于叔父宗戚非打即骂，叔叔刘裕更是被其软禁宫中肆意辱骂。公元465年，刘裕最终还是决定收买刘子业的侍卫，杀死了亲侄儿，结束了对方的暴政。但是刘裕上位之后，各方势力仍然是水火不容。太史2年，孝武帝第3子刘子勋被拥立，在封地登基，年号一家。相比较刘子勋，刘裕的领土和人口都处于劣势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众人都觉得他必输无疑，却不曾想不知何处，突然出现一支鬼军。原来，在刘裕手底下有一人叫王志，擅长奇异之术。他建议刘裕从阴间借兵，并用大量的军粮作为交换。刘裕同意之后，王志便设坛做法，以军粮交换。果然在战场上多出了一支口不能言，却愈战愈勇的军队，瞬间帮助刘裕扭转了战局。在70年代，秦陵附近的村民也见证过，说在骊山与秦陵地宫中有一地下通道，每次下大雨的时候，里面人欢马叫，有阴兵借道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借阴兵的行为都能够成功。像写下天下第一书的王羲之，他家曾经信奉五斗米道飞。王羲之的小儿子王凝之在驻守会稽城池时，面对造反的孙恩，就想过借阴兵借道的法子。他在道场里做法祷告，然而却因为道行不够，能力有限，并没能请来阴兵。会稽城被孙恩不费一兵一卒攻陷，王凝之与他全部的子女以及后代都被孙恩杀害。其实老孟大伯这件事还有后续，因为大伯在经历阴兵借道之后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既然古时候的士兵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再现，那么我们自己的前辈先烈，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再见一面呢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太过真实，以至于他老年后也时常想起，当初自己是真的经历了，还是真的只是一个梦呢？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接下来我开始下篇故事。这个事情还是在去年过年之前发生的。老胡老家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农村居住，父亲、母亲、弟弟、弟媳都在老家居住。老胡的父亲70多岁，属于老来得子那一类。老人家身体不好，有心脏病。开放那段时间受到了感染，老人家出现了心力衰竭。到最后身体实在是扛不住了，还是没能等到过年，人就没了。当时老胡带着妻子女儿回老家探望，照料终究还是演变成了为老人办理后事。老胡的弟弟生孩子比他早，侄儿在西安寄宿学校读书，为了不影响他学习，就没告诉他爷爷去世的消息。按照他们当地的习俗，人刚去世，主家就要请阴阳先生定安埋时间。
只见阴阳先生左手拿片纸，右手托一个纸盘针，先绕着屋里转了一周，然后走到客厅的右角，用一块石头压了一张黄纸，接着又绕来绕去，最后让主家在门口一棵小树苗上面绑了一根麻绳，最后敲定3日之后的卯时，也就是第4天的早上5到7时左右出殡是最好的。紧接着就是灵堂的搭建，老胡还是选在室外搭建，没有请乐队，怕吵到附近的邻居。灵堂的摆放也有讲究，正面挽联，郑重奠字，摆放一项香炉、2支蜡烛、长明油灯，再摆上一碗生米，插上一双筷子，俗称倒头饭。还有其他的贡品，香烟、酒水、花圈、领魂幡2米长带树梢的柳树条，丧棒绕上白纸条，长1尺的柳树条，以及火盆1个。等一切准备就绪，守灵就开始了。老胡他们家对于丧葬习俗遵守的较为严格。守灵期间，他和弟弟每天要去当地庙宇3遍，拿一个水壶，里面装着水和饭，撒在庙宇4周，去时要哭，回来的时候不哭，俗称送江水。有亲朋好友来吊孝致哀，先到灵棚前哭3声，并给亡人3拜9叩，作揖磕头，最后拿上黄纸钱给予守孝子女，守孝子女还以磕头，俗称还头。守孝期间，亡人的儿子、儿媳妇、女儿都不能洗脸洗澡，不能吃油，一切都在按照预定的流程进行。直到守灵的第3天晚上，老胡那5岁的小女儿跟着爸爸妈妈在灵堂里坐了3天，实在是坐不住了，趁着妈妈不注意跑出去玩，不知道从哪里抓回来一只黄白相间的小野猫，抱着猫进了灵堂。老胡回头一看，吓坏了，呵斥女儿怎么能把猫带进来呢？女儿被父亲这么一吼，吓得双手一撒，大哭起来。那野猫脱了手，健步如飞，3步并作2步，噌的一下跳上了老爷子的棺材。老胡伸手去抓，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他媳妇赶紧上去扶，又不小心撞到了供桌，桌子上的贡品全都掉了下来。弟弟和弟媳赶紧去捡，灵棚里霎时间乱作一团。就在这时，原本还在嚎啕大哭的女儿突然止住了哭声，一边揉着大大的眼睛，一边指着灵堂中央：“爷爷醒了，爷爷醒了。”4个大人停下手中的活，转头一看，老爷子果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。蓝紫色的寿衣最上面那颗布扣因为没有套紧，老爷子这么一动，还从线绳里脱开了。灵棚内鸦雀无声，过了将近20秒，是老胡弟弟第一个反应过来的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拼命磕头：“老爹，您可别吓我们，您还有什么遗愿未了？您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办到。”然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就在弟弟的话音刚落，原本还闭着眼睛的老爷子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朝着弟弟转动起了脑袋。他的身体没动，只有头在动，看向弟弟时，头部已经扭曲成了一个正常人无法达到的角度。弟弟惨叫一声，向后跌坐在地，连滚带爬到老胡身后躲了起来。老胡觉得弟弟的反应有些奇怪，但是只当他是吓着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怎么安抚老爷子。这时，准备明天出殡前要主持开光仪式的阴阳先生到了，一看这情景，皱起了眉头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是向野猫借了一条命。如果不处理的话，老爷子明天一早就要尸变了。老胡忙问该怎么办。
阴阳先生让他们拿了一些稻草盖在老爷子的身上，稻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老爷子尸变的过程。果然，只见老爷子的头慢慢地转回了原处，但是身体依然坐得笔直。阴阳先生让老胡和他弟弟赶紧睡觉，说如果老爷子有心愿未了，会托梦告知他们，只要遂了他的心愿，老爷子就能安心离开。听完这话，老胡赶紧和弟弟一起回到家里睡觉。老胡不知道的是，他弟弟根本睡不着，心中亏欠的人怎么能睡得着呢？老胡这2天吃不好睡不好，人是真的累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进入了梦乡。父亲早已在梦中等他，就坐在他的床边。此时的父亲还是穿着生前最喜欢的那件棕色皮袄，戴着那顶黑色的皮帽子，也不看老胡，看的是另一个房间。你妈情况咋样？老胡一愣，意识到父亲看的是母亲的卧室，赶紧回答，医生说就是太伤心了，心气郁结，需要好好休息静养。自从我生病，他就日渐消瘦，我真担心他熬不过去。老胡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父亲借命诈尸，是因为放不下母亲。老爹，你有什么心愿？你告诉我，儿子一定满足你。父亲这才转头看他，眼睛里有一丝欣慰。我想让你把你妈带去西安一块住。你弟弟是个好孩子，但是他耳根子太软了。你那个弟媳妇性格强势，自从我生病，她就整天在家里骂骂咧咧的。虽然她也算尽了孝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照顾了我们老2口，但是每天听她这么抱怨啊，我的心脏都难受，更别说你那个敏感的妈了。我病重头几天，他们以为我昏迷了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听见你弟媳妇儿在没人的时候欺负我老婆，骂她老不死，还动手揪她，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老胡一听，心里难受极了。以前他就想把爸妈带去西安，但是却怕父母在那边没有朋友，自己工作又忙，忽略了二老，这才委托弟弟照料。没想到二老在老家过得并不开心，看到今天灵堂上弟弟那个反应，只怕弟媳妇儿虐待母亲，他也是知情的。老胡的媳妇为人和善，也很有责任感，以前就对老胡说，如果咱爸妈想来和我们一起住，咱就让爸妈来，有女儿的陪伴，老人家心情也会更好。心情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想到这里，老胡伸手去握父亲的手，然而即便是在梦里，他的手也只是从虚影中穿了过去。他苦笑一声说，爸，你放心，我把妈接回去，我和您大儿媳妇一起照顾她，让囡囡天天逗她开心，就是委屈您了。您得自个儿先投胎，等不着我妈了。老爷子哈哈大笑，那不行，我就在下面等着她，不着急，我等得起，那奈何桥，我要牵着她的手一起过。说完，老爷子又不舍得看了看妻子卧室的方向，消失在老胡的梦里。老胡醒过来，天已经微微亮了。他走进灵堂，发现老爷子已经躺了回去。他走到棺材前，看到父亲微勾的唇角，眼眶顿时红了。他轻轻为父亲系上布扣，在父亲的耳边说，爸，我会好好照顾妈妈的，劳烦您多等些日子了。这时老胡的弟弟才走进灵堂，面色困倦，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哭，爸，对不起。老胡没有理他，而是请阴阳先生主持仪式。只见阴阳先生拿出老爷子嘴里的压口钱，打开绊脚丝后，
让老胡拿倒头饭中间那根红筷子，蘸了白酒点擦老爷子的眼、鼻、嘴、耳、心、手、脚部。之后便是棺材盖钉3根长钉，老胡跪在灵前喊胡大勇，接着把钉子钉进去，俗称沙扣。接着灵柩书写完毕后就可以起灵了。等到父亲顺利安葬，老胡对弟弟提出了要接母亲回西安的想法。原本弟弟还有些犹豫，就看到弟媳妇黑着脸在他胳膊上掐了一下，弟弟只好连连点头，同意送走母亲。老胡本来什么都不想说，但是当瘦削的母亲坐进车内时，他还是忍不住了。他拉过弟弟，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母亲的肩膀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疤？”弟弟忙说：“有点印象。夏天他穿背心的时候，我看到过。”但是每次问他，他也不说。老胡冷冷一笑：“当然了，母亲不说，是怕你小时候害怕。后来长大了，大家也都形成默契了。没想过要告诉你，但是今天我们既然要走，我不妨都告诉你吧。你2岁的时候，自己在院子里玩，隔壁有一家人养的大黑狗挣脱了链子，跑了出来，在我们家门口找吃的。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捡起石头就砸，那只大黑狗被你惹怒，癫狂地向你冲来。你知道那狗有多大吗？站起来比人都高，眼看着快要咬住你了。妈妈想也没想，扔掉手里的衣服向你狂奔过来。世界冠军的速度也不过如此吧。她紧紧地抱住你，那只大黑狗一口咬住她的肩膀，直接咬掉她一块肉。她疼得满脸发白，浑身颤抖，还是紧紧地抱着你，死也不撒手。我想，妈妈那会儿真的是想用死来换你平安的吧。后来是爸爸从屋里冲出来，拿着棍子发了疯一般的打那只黑狗，才终于将它赶走，把妈妈送去了医院。就是这样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这些，老胡也不再废话，钻进驾驶座，头也不回地开车走了。开出好一段距离，老胡听见媳妇说：“哎呀，蹲在地上哭呢。”母亲嗔怪道：“你告诉他那些做什么？”老胡撇撇嘴，继续开车。弟弟的身影渐渐模糊，逐渐消失在一车人的视野之中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